它完全不需要電池，吸到這個大玻璃上，這種前置攝像頭來拍就可以了。突然噴水了，哎，沒有扔，非常的爽，軟的硅膠的，然後手這麼一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了分享最新的 iPhone 配件的時間了。開始之前啊，首先祝大家中秋節快樂，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啊。OK， 那首先第一個啊，強烈推薦的就是這種 AR 膜。左邊沒有貼的時候，在屏幕裡面大家可以看到我這個受到調查的臉，但是在右邊就看的不是特別的清晰了哦。所以用它來看電影、玩遊戲啊，整個沉浸感會有大幅度提升。我現在特別喜歡使用這種 AR 膜，像我現在使用的這個所有的掌機吧，這些我都貼了 AR 膜，效果非常的不錯。還有 Nintendo Switch 2、ROG 阿联，像他們我都貼了 AR 膜，这個用過之後我真的是回不去了，所以這裡面強烈推薦大家一定要貼。那我貼的這個 AR 膜是韓國的一個牌子啊，叫做 Color Scale， 他們本身是 YouTuber 啊，他們自己做的。最新的 iPhone 17 Pro 系列啊，整個邊緣弧度非常的完美哦，跟整個屏幕貼合的非常的完美，所以我們在正面看的時候整體性非常強，然後手摸上去的時候，這個邊緣潤滑度、絲滑度哦，這一點都不割手，非常的絲滑，而且它完全是這種玻璃的啊，所以這種 AR 膜啊，強烈推薦大家貼一下。那第二個是這種 Ring， 這個是 Shupigan 的，之前我用過的這種 Ring 啊，最大的一個缺點它都是金屬的，但是它最大的一個優點，首先非常的輕，另外這一部分它是軟的硅膠的，所以我們把手插進去之後很舒服，然後吸在這個 iPhone 17 Pro 它的背面，我看它這麼吸力非常的強，然後手這麼一穿，尤其是大家如果使用的是這種 Pro Max 的機型，拿起來就非常的方便了啊。所以在這個狀態下，我們在瀏覽網頁的時候 ，iPhone 它非常蛋疼的左滑後退這種操作，我可以非常輕鬆的完成啊。之前沒有它的時候啊，就滑起來就非常的蛋疼，就怕手機摔了呀。但是有它了之後，我這麼隨便滑啊，卡卡的。另外，它最有意義的一個改变，沒有它的時候，我的手指啊，这個小拇指一定要這樣拖着，所以久而久之，我這邊大概小拇指都彎了。但是有了它之後，我就不需要再用小拇指這樣拖着了，直接捧在手心上滑動就可以。所以無論躺在床上啊，躺在沙發上啊，平常這樣使用的時候都會更加的舒服一點。雖然整個長得有點像蚊香，這個多少有一點蛋疼，但是實用度確實非常不錯，很輕，手感很舒服，這邊都是軟的，而且吸力非常的大。另外一個，它有一個非常大的優點，就是它是兩面都是帶磁鐵的，再加上它整體非常的薄，所以我們在使用其他的 MagSafe 配件的時候，直接就可以吸。不會互相干擾，而且可以增大吸力啊，這個是相當不錯的優點。這樣的 Ring， 尤其是這個 Shupigan 的這個強烈推薦。今天沒有任何廣告，都是我實際體驗之後真的覺得非常不錯的產品給大家推薦出來。下一個我用下來感覺相當不錯的就是閃迪的這個 MagSafe CD 硬盤，我買的是這個2個 TB 的，正面長這個樣子，藍色的漸變的藍色，然後這邊有一個閃迪的 logo， 背面它整個材質摸起來有一點硅膠的材質，重量非常的輕，2個 TB， 全稱叫做 SanDisk Creator Phone SSD。它整個接口是 USB 3.2 的，所以整個速度啊，支撐 iPhone 拍攝 Log 視頻、ProRes RAW HQ 視頻是完全的夠用的。而且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優點，就在拍攝的過程中，它熱量啊非常的小，長時間拍攝的時候也不會出現過熱關機過熱出錯的情況。再有一個，它就解決了之前使用這種 CD 硬盤最大的一個問題啊。直接就可以吸上 MagSafe 的，但是整個吸力不是特別的夠啊，所以還是要搭配這樣的啊。剛才這個 Ring 它不是兩面都可以吸嗎？搭配它我再吸的話，這吸力就你看看這勁兒就完全不一樣了。所以我平常會這樣使用。另外，它整個耐摔度也是非常的不錯。它官方說的是可以支持3米的高空墜落，所以我們這麼摔沒有任何問題。外觀目前看起來沒有任何問題。再加上它支持 IP65 防水，下雨天遇到噴水的情況，我在使用 iPhone 進行拍攝，突然噴水了，沒有任何問題，使用它也可以拍攝。推薦的，它下一個推薦的配件呢，就是 Gamesir 的雞巴手柄。這個之前跟大家推薦過，但是我用下來之後雖然整個手感呢、操作度耐用性都很好，但是唯一不滿的就是它的重量。所以我這次又買了一下他們最新的這個 Gamesir X5什麼玩意兒，雖然很輕，很便於攜帶，但是它有一個非常致命的缺點，不知道是因為這個韓國版有問題怎麼樣？我連接上去之後，首先它識別不了。正常情況下，我連接它這個 Gamesir 雞巴手柄的時候，我進入遊戲中心，這個界面都是可以操作的，但是它就不行。換成 Switch 模式，雖然在遊戲裡面可以操作，但是在這個界面我是完全無法操作的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缺點。另外，之前使用過的 Gamesir 他們家的這個手柄雖然輕一點，但是手感又不行。我用來用去這次我新買了這個之後，我發現還是它還是得用這個雞巴。這雞巴相當好用，我連接上去之後，直接一連 USB-C 直接就可以在這個界面直接就識別了直接就可以操作了，玩遊戲啥的咔咔。說實話，這個 iPhone
它屏幕確實非常不錯，再加上我剛才貼的 AR 膜，我背面呢有一個大窗戶，但是看的依然非常的清晰。這操作起來，這玩遊戲玩起來非常的爽。再有一個這個手柄，它非常大的優點就是手感非常好。這邊扳機鍵它都是現成的，不是這種咔咔的。這次新買的这個按鍵呢，键程非常的短，对我遠程連接 PS5 的時候，我可以獲得跟 PS5 基本上相同的手感，因為這整個鍵程啊、按鍵大小啊都是非常的大，跟這個1:1的原裝的手柄是差不多的。我跟它下一個配件就是這樣的一個東西了 ，Fornest 這樣的一個小屏幕，完全不需要電池。最大的優點呢，就是它是帶 MagSafe 的，我直接這麼一吸，哎，吸哪兒？我吸上去之後，然後這邊它有一個 USB-C 的接口，數據線，我連接上去之後，我就可以在這個屏幕上看到我這個 iPhone 它的畫面了。它完全不需要電池，它是使用 iPhone 來進行供電的，所以我在使用背面的攝像頭拍攝視頻的時候，我就可以看到我自己的臉了。Look at this， 大家看是這樣的一個效果。很多朋友可能會覺得比較蛋疼，但是這個功能是我期待了多年的 Apple 希望能給加上的這樣的一個功能，但是就一直沒加上啊。我就特別希望背面這塊有一個小的屏幕，我使用攝像頭拍攝我自己是我自己的時候，我可以看到我自己，但是蘋果一直沒給我加上。但是有了這個小配件之後，我可以非常精準的看到整個畫面它的構圖，不知道大家怎麼想啊？然後我在這邊拍攝之後，它就出現了一點小小的缺點，我拍了之後它就開始卡了，可能拍攝的是4K 6幀的畫面啊，所以稍微有點卡。但是用它來觀看我整個畫面的構圖啊，我是不是正在拍啊？是不是正在準確的錄製啊？我可以實時的看到。雖然 Apple Watch 可以連接iPhone 來進行這樣的一個功能，但是 Apple Watch 啊，它有一個缺點，就是我一定要抬手看，但是我在拍的時候我無法實時的監控啊，所以這個是一個缺點。再有一個，就每次連接起來我一定要操作幾次，多少有一點麻煩，多年了都一直沒有改進啊。但是現在有了這個配件之後，我都不用想啊，直接它本身不用充電呢，我需要的時候直接這麼一插，然後打開我的相機，直接就可以看到，體驗還是非常不錯的。Look at this。所以我在很多時候拍攝這種短視頻呢、小電影啊、小視頻的時候，很多時候我都需要使用超廣角來拍攝。有了它之後，我可以實時的進行觀看，實時的監控我整個畫面拍的是否正確。大家可能會覺得，哎，你買一個這樣的鏡子不就可以了嗎？其實我去年也是使用的這樣的一個小鏡子，但是這個鏡子呀，它有缺點。大家如果看它實際的構圖的話，跟整個實際的畫面是有一定的差別的。我看到的畫面是這樣的一個效果，但是實際錄製的畫面沒有這麼廣啊，所以，如果對這種要求不是特別高的朋友，這種帶 MagSafe 的小鏡子啊，也是一個值得參考的小的配件，但是它就價格比較貴，我買的是大概8萬韓幣吧。或下一個非常好用的也是這個 MagSafe 的，這個是 Elego 的這樣的啊，它是帶這種吸盤的，它解決了一個什麼問題？就是我吸上之後啊，我把它可以吸到不是鐵的地方，吸到這個浴室的牆壁上，終於我可以邊洗澡邊看手機了，解決了我一個很大的困擾。邊洗澡邊拍視頻，邊看視頻都可以。再有一個，它可以吸的地方很多。我在這個車裡面拍攝視頻的時候，我把它吸到這個大玻璃上，然後用前置攝像頭來拍就可以了。或者是大家在洗碗的時候，只要有這個平整的牆面，直接就可以吸吸在任何地方都可以。这麼一按，這麼一吸就可以，非常方便。這樣的東西啊，我查了一下，很多啊，但是我最終還是選擇了 Elego 的。最大的原因就是 Elego 啊，它的整個做工還是要更加的好一點。大家看，因為這種硅膠的吸盤重複性非常的大，所以如果做工不好的話，就感覺非常的惡心。但是它整個做工還是相當的優秀的啊。這邊吸盤的做工、貼合的部分、縫隙呀、整個材質啊、顏色呀都是我個人來講非常喜歡的這樣的一個顏色和材質。過去復古型的電腦那種顏色 ，Designed by Elego in California, Made in China。我看它這些呢，就是我實際用下來感覺非常不錯的 iPhone 它的配件啊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。非常感謝。